这边很美的，特别是做的这些蓝色的步道啊，这可能就是人家说的上海的绿道吧。这下面江里面停靠着苏州河游览船啊，有点像那种塞纳河上面的小船。我的身后呢就是四行仓库，可以看到特意保留下来的累累弹孔，这是一段悲壮的历史。现在我去过海宁路，继续顺着四川北路北上。这是一条历史文化名人街，也有很多好的建筑物，有些开辟成一些类似展览馆啊这样的地方。嗨，大家好！现在呢，我骑过武定路啊，继续在江宁路上由南向北进行。前面是康定路，这些地方呢我都不是特别熟悉，当然这马路都听说过的，以前大概开车都经过过。我们准备在这边过马路，继续向前。我就看到这边好像有很整齐的一些老房子，我会转到康定路上来走走吧。你看啊，我的左侧这房子还是很漂亮的，就是以前那种石头门房，应该重新给它恢复了以后的模样吧，还是新建成这样的，我就不太清楚了。老城区都在想办法挖潜力，利用以前的老的建筑为卖点，边上呢再建一些新的房子，那就显得古今结合，看上去比较好看。这应该也算海派文化的一种吧。看到这边的大片的街区都是以这种形式来改造的。你看啊，我正对着围闭起来的里面也是老房子被保留了，这个老房子看着蛮好看的，但是大片的都被拆掉了。你看这边也是啊，就仅仅留着前排的房子，后面都起了大高楼了。其实我去加拿大的多伦多，就发现那边沿街的房子开发也都是这种模式，就前排还尽量保留一些老的房子，可能有个100来年，然后呢后面都拆空，甚至前面的房子只是留一面墙体而已，或者是就是留一个这个前厅，后面的全部都是盖的现代化的高楼。看了一下地图，我应该往右转到这条昌平路上面来。前面有一座桥，应该是昌平路桥，可以过苏州河。江州去的是西苏州路，但我还是决定骑过昌平路桥，跨过苏州河。哇，这边其实很美啊！苏州河沿岸现在越来越漂亮。
跨过苏州河，这边是光复路，我们就沿着光复路来走一走。貌似这边有一条步道，我们可不可以下去走走？河的对岸那边应该有教堂，这边很美的，特别是做的这些蓝色的步道，这可能就是人家说的上海的绿道吧。前方是恒丰路桥，我觉得这边都是这些年慢慢修复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整个苏州河已经率先变成了沿河的绿道。苏州河上有很多的小桥，前面共和新路，是共和新路桥吗？下面还修建了一个朝永书河党群服务站，挺热闹的。这个桥下搞了很多设施。热闹里的热。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除了一些被保留下来重新修复的建筑之外呢，也拆掉了很多房子，变成了很多绿地。然后呢，在它的背后建了一些商业或者居住的高楼。你现在走走觉得远。前面是新闸路桥了，但这边就要抬车而上了。现在继续在光复路上骑行。前面是乌镇路桥，那这个就是乌镇路桥了。可以看到吗？这个左前方这一块都在进行大片的改造。这条马路真的不适合骑车，全部都做了这种石子路。这个地方有个光二仓库，现在应该改建成一个商业小公司了。我还是看看这江边的平路上去走一段吧。这下面江里面停靠的收州河游览船啊，有点像那种塞纳河上面的小船。文化美人不能理解你。33,500吧，谁家亲戚都可能。不要过桥啊！这里是四行仓库码头，悠游苏州河。好美的。就有不少人在这边垂钓。这边的街道敞开的，大家坐在马路上吃饭，有点像温哥华西区那种感觉。现在我的左前方呢，就是市民仓库。你看这座楼还保留着以前的那么多的弹孔。当年上海的守军啊，艰苦卓绝的奋战，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所以这条叫光复路就是顾名思义的。你看啊，这个就是静园路，谢晋元这位
国民党的将领，当年就在这边出使抵抗，但是结局很遗憾啊，他被他手下的兵给杀害了。上海有2条马路跟国民党的将领有关，一条就是静园路，就这一条，还有一条就是新天地北面的至中路，在武汉会战的时候被打死的牺牲了一位国民党的将领。这边有很多人组团到这边来缅怀一下先烈。我的身后呢就是4行仓库，可以看到特意保留下来的累累弹孔，这是一段悲壮的历史。现在很多年轻人到这边组团来。今天呢，我只是骑车路过一下啊，以前专门也经过过，也曾经拍过视频的。现在呢，我们又赶到了这条小马路，叫国庆路，围绕着4平仓库来转一圈。现在又回到了光复路上。现在我看苏州河沿岸的这些房子底下就开了很多时尚小店，整个街区呢也向时尚化进行转化。现在呢已经从光复路来到了苏州路。今天呢，我是在市区里面骑车穿行，比起昨天在浦江岸畔步行要轻松太多了啊！现在已经骑了23点几公里了，有这种缓缓骑行，我觉得挺好。我看我的左侧这边啊，你看啊，就保留了一堵墙而已，里面都拆空了。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保留以前的墙面，但里面的建筑物呢，肯定都是很新的。这边还在进行改造，左侧这个有点历史痕迹的房子，应该已经回收了，但还没有改造完成。这里来到了浙江北路，现在我打算骑过浙江路桥。苏州河清水公共空间。它这个代谢已经慢了。哟，这边还有些红枫叶还开着。
这个环境还在改造之中。这里好像值得我抬车下去走一走。江的两岸都在进行施工。这边还有个植物科普，北美枫香。哎，这是前面那些枫叶吧，现在还是蛮漂亮的，只是这种枫叶看起来很小。哦，这边还做成了专门的骑行道。我相信这边还没有完全完工啊。我以前来的时候应该都没有通，但是现在呢，基本上这些步道、骑行道已经完备了。山西路桥。哦，这个地方经过改造以后，感觉更漂亮了。这已经放在这个楼梯了。这里已经到了河南路桥了。左侧是上海商会广商会的一个门面，其实楼应该已经不在了。左侧就是河滨大楼，这个河滨大楼呢，著名的以前的公寓楼啊，大家可以看河滨大楼，也进行了一些外立面的改造啊，粉刷，但里面呢，基本上应该还是老样子吧。
你看啊，这个地方有邮政博物馆和平大楼，还做了这样的这种金属的板。看楼是那个刚刚起的。我的左侧这边呢就是邮政博物馆，我上次到里面去参观过一次，还挺不错的，免费的啊，谁都可以进去。穿红色衣服。新建筑一般是比较多，你几年我最近的时候它这也是前面就是四川北路了，那右侧这座桥就四川路桥了。我现在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顺着四川北路继续往北骑行，还是在这边就掉头回去了呢？虽然我已经骑了差不多24.5公里了，但是我还是想再去走一段四川北路。从这边再往前走2个桥呢，就是外白渡桥了。前段时间我跟家人已经在那边散过步了，今天我就不去了，我就打算顺着北苏州桥，在这个上海邮政博物馆这边左转，再去走一段苏州北路。因为上海的虹口区呢，不仅有我们昨天去走过的虹口滨江，其实四川北路才是它真正的精华所在。就当年上海有几条商业大街，一条南京路，一条淮海路，那第3条就是四川北路了。好，我们在这边准备过马路。那我的左手边呢就是上海邮政博物馆，其实真的很值得到里面去看一看的，不但了解邮政，也了解上海的一些历史。好了，我现在已经在四川北路由南往北骑行，我也不知道大概还有多少路可以到达四川北路的海伦路，大概4-5公里。我们在这边等一个红灯。刚刚我在苏州河边走了一大段，但是好像没有路到。我现在离开苏州河南岸北岸了，然后顺着四川北路呢，准备再去骑行一段。刚刚那个电池表面上看它还是有电的，但是就开不了机了，所以我就换了一块电池，我们继续走一段看看吧。那也可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停止摄像录像了，但也无所谓，这些路都是以前经过过很多次的。那好吧，那我们就把苏州河北岸四川北路这一段来跟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其实刚刚我跟大家聊过，以前上海，那我说的就是50-60年以前，上海当年也有一些商业街道。那第1条当然就是南京路了，第2条是淮海路，第3条呢，跟淮海路不相上下的就是四川北路。就虹口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有它的滨江区那现在才有个虹口滨江，以前虹口滨江跟杨浦滨江没什么区别。
都是一些码头、仓库等等。但是唯独这条四川北路呢，是以前就有的商业大街。虽然这条街道呢比较窄，现在它已经拓宽了，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右侧是昆山花园路啊，以前来过。这个右侧就是昆山路。现在四川北路呢也是下了很大决心，就把一些旧房子拆除，保留一些还不错的或者值得保留的房子。你可以看到对面看过去就是有2栋，马路两边各有一栋房子是保留的。后面的很多街区其实都全部拆空了，包括你看这个很大的商业大街。现在我去过海宁路，继续顺着四川北路北上。你看到这个马路两边还保留着以前的一些老房子，但大部分都已经拆除了，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你要把这个老街完全保留下来呢，这个路就很难打通，很难形成商业的规模和效应。好。现在骑过武进路，以前可能小时候年纪小，你如果要从卢湾区去到虹口区，那总觉得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老实讲也不知道怎么去。但现在你看我骑个车从闵行都可以骑到虹口区来了，也就是说其实上海城区并没有那么大。你看这里的四川北路完全打开的样子，右侧是一个很大的公园。那时候是住在那个。这里一看还是沙漠比较繁荣的景象，很多店门口还很多人等着。你看这边既保留着以前的一些老街道，但更多的呢是把很多房子拆掉，建成了一些新的商业大厦。
现在骑过东宝新路，继续沿着四川北路向北骑行。横浜桥，右侧这条是海伦西路，我今天肯定会到海伦路上面去走走的。左侧很有名的一家西湖饭店看来在那边改造了，牌子都拆掉了，以后会不会再恢复就不知道了。这边后面的一些老房子都要拆迁改造了。看看我说错了，不是要去海伦路，是多伦路啊。就在我的左侧，这条路进去呢是一条文化历史名街，我们往这里面去走走。这里有一个门，上面写着多伦路文化名人街。这条路呢也是利用着以前的一些历史遗迹以前遗留下来一些老房子，然后做了很多跟艺术有关的这种艺术中心展览馆还有很多休闲的餐馆，这种咖啡店等等。我的左侧这边呢，有一座非常中式的基督堂，叫什么洪德堂。礼拜四、礼拜六和礼拜日有教会的活动。看到这边以前的一些豪宅还是留着，还是很不错的。这边很多房子变成了这种餐馆，但是我的左侧
这个应该是白公馆，就是白崇禧曾经住过的地方。对面这栋楼看起来很气派，有一个钟楼。这边有一些历史名人、文化人士的一些像。从这边走过来，茅盾、沈尹默、叶圣陶、郭沫若、丁玲，然后一个是鲁迅。有以上的这些人物无一例外的，基本都是当年比较思想左倾，甚至有些带有革命思想的人物。结果呢，他们其实都是依托这些租界，像这边是日租界，当然还有很多人活动都是法租界、公共租界等等。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租界呢，恐怕他们的命运就不一样了。现在这边都变成了一些古玩店卖纪念品的店。这是一条历史文化名人街，也有很多好的建筑物，有些开辟成一些类似展览馆这样的地方，但是基本上还是保留着老百姓休闲的这种样貌街区。就是这条街呢，我只能推着车走了，因为这个底下的石头路实在是影响拍摄。好了，终于快要走出这条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了，因为我的前面另外一个门写着海上旧里。好，现在我从这个门走出去呢，就走出了多伦路。想要去呢，四川北路吧。我觉得我还从四川北路这边回去会比较合理。其实四川北路这边呢，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去逛一逛的。比方说，我们从小经常来的就是鲁迅公园，因为鲁迅墓在里面。还有鲁迅的故居在山阴路上。我的左前方应该就是以前的鲁迅的友人内山完造的书店，给了鲁迅很多帮忙的地方。中间这地方呢，我都不去了。对了，还有就是我的左侧这个地方有一条马路叫田爱路，有谈恋人都要在这边走一走的地方。好了，其他地方我就不去了，我们还是顺着四川北路往回走了。其实现在已经陆陆续续骑行了27公里了。这条四川北路上非常热闹，这种店铺到处都是，还有很多知名的餐馆。
右前方就是多伦路啊，就是我刚刚进去的那条半圆形、半弧形的马路。好，现在经过海伦西路啊。这条桥叫横浜桥。好，回来的路上，在四川北路再次经过武进路，这个右侧呢有一片老房子改造街区，叫金朝八面，就是以前每次回上海都会跟老同学们聚会的地方，但是这次应该大家清明时节都有自己的扫墓等等的活动，所以这个季节我觉得不是特别方便走村。也跟观看视频的朋友们说一声啊，如果你是在上海的朋友，那这次咱们就不见面了啊。下一次我们回上海有机会我们再见面。现在经过海宁路啊，海宁路呢是虹口区的现在一条主干道，正在进行大的拆建。经过塘沽路。经过武昌路，很快就到四川路桥了。我要骑过四川路桥。好，现在呢，我骑过天潼路，右侧就是上海邮政博物馆的后门。前方呢就是四川路桥了，我看了一看，也差不多29点几公里了。这边就作为第3段的分享。我们等一会儿呢，从四川路桥继续往下骑，然后就是回家的路了。好了，现在呢，我在四川路桥上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这段行程还没结束，我们一会儿见吧，拜拜。